看来诸位道友都大半认识赤某，在下本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场合的。但这次拍卖会有几样东西是在下亲自见妖做的鉴定，故而主动提出主持此次拍卖会的。想来诸位道友不会有什么意见吧？赤老说笑了，你这位炼气宗师亲自主持此拍卖会，我等还求之不得呢。不错不错，师兄亲自做的鉴定话，我等可更放心几分。这次拍卖的3件压箱东西可比以往珍贵的多，其中有蛮荒世界得到的一样极品材料，也有跻身混沌万灵榜的一件通天灵宝。最后一物则是当年名震人妖两族的一位合体期大成前辈遗留的一整套主修功法。清源剑法已修至极致，元磁神光与噬灵天火虽威力无穷，却无法助他突破化神中期。转修普通功法有冲突之险，法体双消的范圣真片又前途未卜。他手中虽有繁圣真片这套顶级法体双修功法，却从未有人真正修炼过，前路未知。而一套成熟的合体期主修功法，无疑是更稳妥的选择。最后一物，则是当年名震人妖两族的一位合体期大成前辈遗留的一整套主修功法。拍卖会正式开始，赤大师依次拍卖各式丹药，抢各发球，质所言。登进修为的灵丹最是抢手，价格一路偏升。接下来拍卖的是解毒疗伤类圣药，起价灵石5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万。成交。毒蟒令，用3条蟒类古兽精魂炼制而成，可驱使精魄现形应敌。3蟒联手下，并不下于3位元婴期帮手，底价灵石2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普通灵宝已是以往拍卖会的压轴，连炼狱修士都为之争夺，但真正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拍卖的是蛮荒闭眼真禅的灵血一罐。真禅灵血，炼制真禅液的必备材料，底价灵石15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300万灵石。300万一次，300万两，300万灵石一次，300万灵石远超真禅灵血的正常价格。300万灵石2次，是咬牙加价争夺，还是另寻他法？韩道友陷入了艰难的抉择。300万灵石虽拿得出手，但为这点灵血暴露身家，得不偿失。韩道友最终决定放弃此次竞拍。310万，330万，350万，400万灵石，400万一次，400万2次，400万3次，成交！恭喜172号道友。炼虚期材料的价格更是骇人听闻，一枚万年异果拍出近1000万天价，而真正的压轴大戏即将上演。是3大鉴定师，终于到压轴宝物了。下面就是这次拍卖会最珍贵的3样宝物了，它们分别由秦道友他们带在身上。第一件是真灵莫麒麟退落的3枚鳞片，
用此材料炼制的灵宝有一定几率跻身混沌万灵榜。而炼制出的癸水真灵丹，可让一名化神初期修士进阶中期境界。当然，无论灵宝还是癸水真形丹的炼制，成功率不会太高。但若是哪位道友真的拍下此物，老夫倒可以免费炼制。这也是老夫的一点私心了。癸水真灵丹能让化神初期修士凭空进阶中期，正是韩道友梦寐以求的逆天灵丹。他瞬间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拿下这3枚墨麒麟梨片。众所周知，墨麒麟是天生的水属性真灵，脱落的鳞片是世间最顶阶的水属性材料，对以水属性功法为主的道友来说用处最大，即使不用后天炼制，本身也足以堪比顶阶的水属性异宝。结火！真灵墨麒麟的鳞片3枚，底价灵石1500万，每一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现在开始出价，1700万，1800万，1800万，2000万灵石，2000万灵石。价格一路飙升，远超韩高友的预期，但他并未慌乱，而是冷静地观察着场上的局势，等待着一击必中的机会。2500万，2700万，3000万灵石已经远超墨麒麟鳞片的正常价格，但为了癸水真灵丹，韩道君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场天价争夺战才刚刚进入白热化阶段。第一次，关注订阅。 2900万，3000万，3100万。又有人出价了，这下有好戏看了。3200万，3300万，3400万，3500万，3500万。哼，赤道友。 我怀疑这位道友并没有这般多灵石，只是纯粹捣乱而已。在竞价结束后，老夫自会亲自检验此事的。但在此之前，在下不会打断拍卖的。还请两位继续竞价吧。既然赤兄这般认为，那在下就不再出价了。看看这位道友是否真的能拿出3500万的抵绕物来。3500万1次，3500万2次，3500万3次，成交！恭喜213号道友。 赤大师亲自带着秦夫人前往韩道友的飞天石屋进行交割。这场天价交易的最终结果即将揭晓。道友，赤某已经将宝物送到，道友该将灵石付清了。有抵押物的话，我和何道友会评估价值，给道友折算的。 道友若是觉得被低估了，老夫可请其余2名道友过来一趟的。在下怎会不信赤兄和何道友的眼光？两位鉴定一下此物吧。万年灵草，万年灵纹，果然是万年灵草的样子。不过真假
还需要再仔细鉴定下。对灵草东西的鉴定，老夫可不如何道友在行，就有劳道友鉴定此物了。的确是万年灵草，而且还是11000年左右的雪蛟草。雪蛟草是一种珍稀灵药，我估计大概可以折算灵石700万左右。700万，和老夫估算的差不多。道友觉得我们估算的价格如何？若有异议，尽可提出。这个价格在下没有意见。道友将这些东西收下吧，这些应当足以抵押在下所说的竞拍价格了。都是万年灵草，怎么贵坊市不收此种灵药？道友真是说笑了。那在下不客气了。不错，东西的确没有问题。诸位道友不必多心什么，东西已经顺利交割了。下面开始下一件宝物的拍卖。这件东西可是混沌万灵榜上的灵宝，价值之大是在真灵鳞片之上的。这就是通天灵宝平海歌，底价2000万。通天灵宝平海歌同样拍出天价，但韩道人的心思早已不在其上。他真正等待的是最后那件能决定他未来修炼之路的合体期大成修士的主修功法。下边拍卖的东西是合体后期前辈的主修功法。此功法在和异族大战中数度大放光彩，甚至在妖族那边也有人修炼过此秘术的，是那位武灵真君前辈在上年时亲手创立的最初功法版本，故而价值之大，不用老夫多说了。这套功法可以将自身法力的五行属性加以临时转换变化，威力深不可测。此套功法修炼条件颇为苛刻，修炼之人只能是元婴期和化神期的道友可以考虑修炼，修炼人还必须身具五行灵根，否则很难有成。当然，还有一事要提醒诸位道友的，这套功法固然威力不小，但历代修炼过此法诀的修士，唯有武灵真君前辈进阶到了合体期，其余之人大多还是停留在了化神期，连炼虚境界进入的都寥寥无几。当然，这自是修炼之人的机缘未到了，否则武灵真君前辈如何依仗此功法进阶合体后期的？好了，现在可以出价了，底价2000万，每次加价100万，开始竞拍。1000万底价真不便宜啊！2100万！2200万！4000万！4000万一次！4000万！4000万2次！4000万3次！成交！恭喜172号道友！本次太玄殿蛮荒物品拍卖会到此圆满结束，感谢诸位道友的光临。拍卖会结束，韩道友马不停蹄直奔自己的洞府而去，离下次巡查还有半年弓箭，他要趁此机会解决懂修炼的后顾之忧。公子放心，那人虽然用秘术遮掩住了本来面貌，但是在老奴的紫光灵目下还是无所遁形的。拍走阴阳化机诀的人绝对是一名女修，但是容颜却似乎和公子给的几名女子相貌无一相同，反而奇丑无比。既然是女修，并能一口气拿出如此多极品灵石，估计不是叶家就是古家之人。这两家和我们陇家一样，都是上古的隐秘真灵世家，族中遗传真灵血脉的也只能是女子继承而已。看来这一次我们还真是赌对了。公子神机妙算，毕竟只有此种专门调和五行之力的顶阶功法，才能彻底激发天凤之血的。此女如何知道此功法原本就是从上古时候就布下的一个天大陷阱？先祖之青允自然不是我们这等后辈可比的。这一次为让目标升移，我可连族中储存的莫麒麟鳞片和平海歌这等宝物都拿出来一并拍卖了。好在卖出的灵石价格并不太低，并且还换到了5株万年灵草，也不算太吃亏的。那名拍走真灵鳞片的修士，你可看出他什么来历没有？这人并非炼虚修士，只是一名化神修士而已，但其身上的灵草恐怕也并非这仅仅5株。
难道这人是最擅长培育灵草的闵家之人？闵家，这倒真是大有可能的。若是此家之人，也就算了。闵家是天妙灵皇指明的附庸真灵家族，现在我们招惹不得的。公子明鉴，虽然我们几家并非真的惧怕三皇，但为了区区一些灵草，的确不宜输数次大敌。陇家公子的阴谋悄然收网，而对此一无所知的韩毅，正一心赶回洞府，准备开启半年的闭关修炼。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正在他的洞府附近悄然酝酿。金兄，你一路悄悄跟随在下到此，是何用意？难道翁某有什么地方得罪了道友？翁贤弟说的是哪里话了？金某只不过偶尔路遇此地，见贤弟在此逗留，想过来打个招呼而已。金兄当在下是白痴，谁会无缘无故跑到这种偏僻之地？打招呼也用得着施展隐匿之术？哈哈，这个问题金某也奇怪得很。我没记错的话，这里正是贤弟当初拼死要争夺的那块灵地。哼，我去何地还需要向金兄解释？翁贤弟何必动怒？此灵地已是有主人的，为兄也是怕贤弟过于冒失，别惹出了什么不可收拾的乱子，才跟踪到此的。贤弟想在此地寻找何物，不如告诉为兄一声，让金某助一臂之力，如何？喝茶闻信之术，林老怪，你来躲避天劫的躲避天的分魂都派了出来，就怕一次大劫无法度过吗？随身宝认证2、3件来，下次渡劫就可无虑了。你如何知道千宝上人之事的？在下如何知道的，道友就不必知道了。不如你我合力共同取宝，如何？共同取宝？你若是真知道具体的线索，何必还要合作什么？的确，但是只要明兄知道具体的东西不就行了？你在威胁我？金某怎敢做出这等事情？在下说出合作的话语，自然是有东西有助于道友寻宝的。到时寻到宝物，你我平分，还不伤和气，岂不是妙哉之事？咦，有人过来了，看样子是此地主人回来了。道友是否合作，需要快些做决定了，否则真的闹开了，惊动了天渊城的那些老妖怪，恐怕你我都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好，合作是明某可以暂时答应，但平分绝对不行。具体的合作条件，你我找个地方再好好商谈。有道友这句话就行，我等走吧。紫风伞，金老魔竟然连这等灵宝都带出来了，看来还真是有备而来。我们也走吧。二人遁走后不久，韩道友如期归来。他修炼大眼诀的强大神识，立刻捕捉到了此地残留的微弱灵气波动。韩立仔细搜查了数百里范围，却一无所获。但他并未掉以轻心，一场针对不速之客的布置即将展开。这一练就是3日3夜，韩立不眠不休，将全部心神都投入到了万轮珠的炼制之中。这些刻有仙界银缺纹的万龙珠，配合8角法盘，可以监控以每颗珠子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范围，任何灵气波动都逃不过韩立的感知。一张无形的天网即将笼罩整个领地，千宝上人的宝藏诱惑着无数贪婪之人，而韩立
已经做好了迎接一切挑战的准备。万龙珠隐匿无比，除非神念远超韩立，否则绝难察觉。韩立以洞府为中心，布下了一张覆盖整个灵地的无形天网。在没有掌握敌人的具体消息前，韩烈决定先按兵不动，暗中提升自己的实力。雷纹蜘蛛的威能将原先的辟邪神雷威力扩大了10倍，若是能多凝聚几颗出来，还用什么法宝法诀？岂不是可用此珠硬生生的轻易击杀同阶对手了？雷主之威竟恐怖如此，若非仁慈神光护体，韩立也难免被余波所伤。他唤出巨猿傀儡，收拾残局，自己则带着虚天地前往未用密室。这些是韩道友当初经历小天劫时强行收取的金银2色天雷，威力不在辟邪神雷之下，并且数量众多，足够他炼制雷纹之物了。韩立单手一翻，手中多出一件青色长袍，他往身上一披，顿时将雷袍遮蔽得严严实实。随后，他凝望向虚空中的银色光幕。金阙玉书残页记载了4种完整的仙家扎符箓炼制之法，分别是太一化清符、九宫天乾符、甲元符，以及唯一的攻击符天歌符。天渊城危机4符，保命手段自然多多益善。太一化清符能隐匿身形气息，正是绝佳的保命底牌。韩道友决定先炼制几枚此符备用。炼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韩道友屡败屡试，耗费了大量材料与心血。2个月后，在经历了10几次失败后，他终于成功炼制出了第1枚太一化清符。抱紧我，掉下去算你的！还暗器，你姑奶奶是祖宗！免费的坐骑，走起！给我追！
连续2个多月的运转，监控法阵的灵石已经耗尽，光幕暗淡模糊，几乎无法看清光点的具体位置。法阵重新激活，光幕清晰如初，但韩道友看到的景象却让他心中一沉。那4个不速之客已经离他的洞府只有咫尺之遥。更让韩烈心惊的是，派出去侦查的一只噬金虫竟然莫名失去了联系。这些人在灵地中停留数日，显然已经有所发现。韩立以神念监控法阵，观察着闯入者的动向。可整整3日过去，那4个光点如同生了根一般停在原地，没有任何异动。这种反常的死寂，远比激烈的动作更让人心生不安，也彻底打破了韩立坐观其变的计划。3日的观察毫无结果，这种僵持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韩立终于做出了决定，亲自前往探查。此等隐匿遁术，虽不如太医化清符符神妙，但若不仔细搜查，绝难发现。用来悄然赶路，绰绰有余。在找东西，位置很是蹊跷，而且还有炼虚级修士。再往前行，极有可能被炼虚修士发现。唯有祭出这张完整版太医化清符，化为虚无，方能安全期进，摸清对方的底细。灵脉之上，竟有此等寸草不生的诡异之地。韩立以符宝化为虚无，悄然潜入，一探究竟。何方鼠辈，敢在此窥探？一番交锋，韩立已然摸清了对方的修为底细。千宝上人的宝藏近在眼前，一场围绕宝藏的生死较量已然拉开了序幕。是你？你怎会在此？只有2名元婴修士，韩立心中大安。2位私闯我灵地，可知天渊城条规？未经主人许可擅闯，当受毒鞭之刑。韩道友，误会了，我2人只是路过，误冲禁制，被传送到此。
实在是一头雾水。哦，此话当真？此地应该还有2位道友吧？你怎会知道？冰寒刺骨。我已留下传元符，我若出事，执法队即刻贬职，攻击在职同毛，当受冰狱刀山之刑。我乃赵乌龟天卫亲自引荐入天元城，二位要赌一把吗？我2人师尊乃是炼虚期前辈，已入禁制深处，区天元城规则，还拦不住2位炼虚前辈。若是不惧天位，何必偷偷摸摸潜入？传音符中已记下2位名姓，二位敢赌搜魂之术吗？韩道友神通广大，前途不可限量，我2人怎会做两败俱伤之事？实不相瞒，我2人并非主事之人，道友有何条件，不妨等我等长辈出来，亲自商谈如何？也好，韩某便在此见识一下2位前辈的风采。3人各自静坐，以不变应万点，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神念刚一触碰七彩霞光，便被瞬间吞噬，更有一股恐怖吸力反向拉扯，险些将韩道友的神念本体扯出体外。若非大眼神妙，才总算将运转吸力与化解，他今日恐怕要至于吃一个大亏。2人早就知晓障壁诡异，故意看韩道友出丑。韩道友不动声色，转而催动明清灵木，寻找脱身之地。1日1夜过去，光门依旧毫无动静，等待的耐心正在一点点被消磨。2位前辈久未出来，不会出事了吧？师尊若出事，我2人自会知晓。韩兄等了2日，莫非等不及了？2位前辈久未出来，不会出事了吧？师尊若出事，我2人自会知晓。韩兄等了2日，莫非等不及了？快走！这里不是千宝上人作画地，是玉骨人魔的禁锢之地。我们触动了禁制，人魔已经脱困，空间马上就要塌陷了。极其弱的灵力波动。明兄，你想做什么？我等逃命还来不及。况且你别忘了，他是飞升修士，我可没兴趣招惹那些疯子。也好，我等先合力离开此地。空间一旦坍塌，就让死子和玉骨人魔一起葬身于此。可惜我等只化身先到此，否则何必畏惧此魔？我们走吧。快动手！空间撑不住了。
走一步。韩立早已留了后手，化灵符替身迷惑了所有人，本体则悄无声息地摸到了通道口。小辈，你找死！前辈有脱身之策，何不带上晚辈？前辈只是分身，想甩开元磁神光，没有一时半刻，绝无可能。前辈愿意在此逗留吗？气血魔啸！玉骨人魔马上就出来了，若是明前辈毁了通道，我等都要以身使魔。前辈就没有顾虑吗？好，算你赌对了，老夫带你出去。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逃亡终于结束，韩道友平安返回洞府。但千宝上人的宝藏之谜以及玉骨人魔的威胁，还远远没有结束。就这么放他走？师尊恕罪，师尊恕罪。弟子也没想到，他能跟出来。明兄真放他走？若他告知天位，恐有小麻烦。只是小麻烦而已，我可不想得罪飞升修士与雷罗真人。金兄若想动手，我愿助一臂之力。我与他无怨无仇，何必自找麻烦？告辞。哼，打得好算盘，这次真是晦气。徒儿，我们走。两名炼狱修士终于离去，韩道友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大半。正如韩道友所料，这种意外引发的空间风暴并不会长久。1个时辰后，风暴渐渐平息。灰色光点的出现打破了平静。韩立猜测是玉骨人魔一缕残魂从空间风暴中逃了出来。玉骨人魔连炼虚修士都避之不及，若是留在灵地附近，自己将永无宁日。